大家好，我是 Alden， 今天和大家分享 X-Ray 的安装以及使用，总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服务端的安装，包括核心配置的讲解，以及目前相对比较稳定的 Relax XTRS Vision 的代理配置。它是支持通过 UTLS 来生成 TLS 指纹来提高稳定性的。第二部分是客户端的使用，会和大家分享原生 X-Ray 的使用、Windows 的 Victory N、OpenWRT 的 Password 的使用方式。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的，麻烦大家订阅一下，谢谢你们的支持。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在开始之前，你需要准备好一台 VPS 服务器，一个已经解析到这台 VPS 服务器的域名，以及这个域名的 TLS 证书。首先我们先来安装 X-Ray 的服务端，打开浏览器，输入 GitHub， 然后干 XTLS， 打开 XTLS 的 GitHub 首页。官方提供了一键脚本的方式来安装，今天我就用一键脚本和大家演示。点开 X-Ray 干 Install。首先它这里先介绍了这个一键脚本的安装目录结构，大家也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它是把这个配置文件放在 USR-logo-etc-X-Ray 下面的。接下来下面这里它提供了不同的一个脚本的一个使用方式。我一般都会使用这个命令，它这里是通过 root 用户去安装，然后并覆盖这个已存在一些服务。如果你是想要安装死病版本的 X-Ray， 可以使用上面这条命令，它这里跟了一个杠杠 version 的参数，可以指定这个安装的一个版本。然后把这个命令拷贝下来，注意前面这个井号不要拷贝了。拷贝下来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 VPS 服务器，切换到 root 用户，然后把这个命令粘贴下来，回车执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等待它的安装完成就可以了。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 X-Ray 干 version 命令查看一下当前的版本。可以看到这个脚本目前安装的最新版本是 1.7.5 版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配置目录下面，它默认是放到 USR-logo-etc-X-Ray 下面的。然后通过 CAT 命令查看一下配置文件，可以看到它默认是生成一个空的一个配置文件。接下来我们通过 System Control States 命令查看一下 X-Ray 的一个运行状态，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正在运行的，只不过它运行的是一个空的一个配置文件而已。到目前为止，服务端的安装已经完成。接下来详细和大家讲一下服务端的核心配置文件，以及 Relax XTRS Vision 的代理配置。我这里准备了两个配置文件，一个是带注解的，一个是没有注解的。这两个配置文件我都会放到我博客的笔记里面。笔记的链接大家可以点开视频下方的说明查看。提醒一下大家，带注解的配置文件是不能直接使用的，我只是为了方便和大家讲解增加的注解。我先把这个配置收起来，我会按模块逐个和大家解释，这样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日志模块。日志模块这里有3个配置项，分别是日志的输出级别、访问日志的文件输出路径、错误日志的文件输出路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API 模块。API 模块这里有一个 tab 标签，我们一般固定这样写就可以了。下面这里配置了3个 API 服务，分别是 Handler Service， 它的作用是通过 API 动态新增一个或是删除一个代理。然后接下来是 Load Service， 它是用于支持内置 load 一个重启的。然后最后就是一个 State Service。State Service 的话一般是配套这个State 或是这个本地策略模块来使用的。它的作用是用于启用这个数据统计服务，可以用来通过 API 去获取这个用户或是全局的一个流量数据。一般我们打开这个也需要把这个 State 就是启用这个流量统计模块也打开。然后下面这里有个本地策略模块，这里 level 是0，代表的意思就是启用这个用户级别为0的这个用户上行流量，用户的这个下行流量的一个开关。
如果你需要获取这个全局的流量的话，需要在下面这里配置一个 setups， 然后开启这个入站或是出站的一个上下行的一个流量，一般我们固定这样配置就可以了。然后上面这一部分就是一些基础一个配置，我们一般这样子固定去配置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DNS 模块。DNS 模块这里有个 server 的一个配置项，一般我们这里就配置多个国外公共 DNS 服务器的地址就可以了。如果我们需要自定义配置这个 DNS 服务器，可以按照上面这个配置项这样来配置。一般如果我们有解锁流媒体的需求的话，可以这样子去配，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把这个删掉。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Outbound出站模块以及 Routing 路由模块。Inbound 入站模块是服务端配置最重要的一块，我们放到最后面才讲。首先我们看一下Outbound出站模块。一般我们服务端配置需要配置2个出站模块，第一个就是一个自由出站一个模块，它的协议是一个 Freedom， 然后定一个标签，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黑洞的一个协议，就是禁止访问的，定义一个标签这样子。一般我们服务端配置2个出站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路由模块。路由模块我们首先要定义这个路由的一个解析策略，如果你没有配置的话，默认是使用 ASIS 的，就是只能通过这个域名进行这个路由选择。一般我都会使用第2个，就是这个 IP if not match， 就是当域名没有解析到的没有匹配到的话，会先把这个域名解析的为 IP， 然后再做一个匹配。一般我都会使用第2个。然后第3个就是 IP on demand， 就是指如果匹配到基于 IP 的规则的话，它会将这个域名解析为 IP， 然后进行匹配。然后这种方式是最精准的，但是它是比较慢的，所以说我一般都会折中使用第2种方式。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 loose 的一个规则配置，它是从上到下去匹配的，当没有匹配任何规则的话，流量会从第一个Outbound去发出。然后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第一个这个路由的话，它就是配置这个 API 相关的，就是用来统计流量的。一般如果你上面这里配置这个流量统计的一些模块的话，一般我们固定这样子去配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这里有就配置这个自定义一些域名的一个禁止访问，就是我们通过指定某些域名，然后指定这个出站协议是一个黑洞协议的话，它就会自动禁止这些域名去访问了。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这个禁止 IP 访问了，同样一个道理，就是指定这个 IP， 然后把这些 IP 规则都录入到这个黑洞这个协议里面去。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也进入这个 BT 的一个协议了。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 Inbound 这个入站模块。首先这里添加一个 API 的入站代理，如果你上面配置了 API 模块的相关配置的话，这里固定这样配置就可以了。这里绑定一个本地一个 IP 端口，协议使用的是一个任意门协议，标签同样是 API， 大家固定这样配置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里添加了一个 VLS STL Vision 的入站分流代理，我会详细和大家介绍。首先这里添加一个标签，我们自己定义一个标签就可以了。下面就是监听一个 IP 以及端口，我们一般都是使用443端口。然后协议的话就使用 VLS 协议。我们再来看一下 Settings 的一个配置。Settings 下面有个 Class， 也就是用户的一个配置，这里可以配置多个用户。一般用户 ID 我们都会使用悠悠 ID， 然后 email 的话我们指定一下用户的一个邮箱。如果你需要获取这个用户使用的一个流量数据的话，这里必须要指定这个邮箱。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分流模式，一般最新的话就使用这个 Vision 的一个分流模式，旧的像 Delete 那些分流模式的话已经被官方标记为过期了。如果你使用了Vision 这个分流的话，客户端是可以通过使用UTLS 来模拟这个浏览器指纹的。然后这个 level 的话一般默认就是0就可以了。接下来下面有个 decryption 的话就是一个解密，我们一般的话指定 none 就可以了，但是不能留空。然后再看一下 fallback
fallback 的配置的话，这里我配置了2个 fallback， 第一个就是fallback 到我这个 web 伪装服务，也就是我通过 Docker 运行一个Entrance 服务的80端口，使用的是一个 HTTP 1，然后下面这个是 fallback 到 HTTP 2的一个服务。我这里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Entrance 的一个配置。我这里Entrance 是这样配置的，监听了2个端口，一个是80端口，一个是81端口。我这里连接的域名是使用 STRS 这个域名，然后下面就是伪装的一些服务配置了，大家根据自己一个情况来使用就可以了。然后我这里不建议大家fallback 到其他的一些协议，像如果你使用有些人是把这个 fallback 配置一个像抽准的那些协议，然后客户端就使用抽准去连接，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是没办法使用UTS 的一个指纹去伪装这个浏览器指纹的，所以我这里不建议大家去添加其他过多的一些其他协议的一些 fallback。再来看一下这个 String Setting，String Setting 的话就是一个底层传输协议了。Network 的话，我这里是使用 TCP 来作为传输，然后这里Security 这里这块我们就指定 TLS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上面使用的是一个 Vision 一个分流，这里是固定这样是配置的。然后下面就是一个证书相关一些配置了，下面这里就是指定证书的一些文件，然后上面这个 OSCP Steering 这里的话就是支持这个证书热更新的，我们一般可以指定一下，填一个过期这个间隔时间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里有个最少一个TLS 的一个版本，我建议的话就填 1.2， 然后下面就支持这些密码套件，一般的话你不填也是可以的，然后下面这些也是固定的。如果你上面有回漏到HTTP 2的话，这里必须要添加这个H2， 因为我这里是有的，所以的话我这里必须要添加。它其实这里是默认值就是这2个的，所以这里不填也是可以的。然后下面这里的话就启用这个流量探测，一般这样固定配置就可以了。配置文件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打开这个没有注解的配置文件，把它拷贝下来。大家记得使用之前需要修改自己一个用户配置，以及这些证书相关的一个正式文件的一个配置，包括这个fallback 回漏的一些伪装服务的一个配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修改一下。我把它拷贝下来，然后回到这个控制台，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把它清空，然后粘贴进来。我这边证书其实已经提前准备好，所以我这边已经不需要修改了。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有2个证书的配置文件。接下来我生成一个 UUID，X-Ray 提供一个 UUID 一个工具来生成一个UUID， 大家也可以使用它来生成 UUID。然后回到这个配置文件，把上面这个 ID 改一下。邮箱的话，我这里就用12345吧，我这里就不修改了。然后保存一下。接下来重启一下 X-Ray， 然后再来查看一下 X-Ray 的一个运行状态，可以看到也是正在运行的，就可以代表我们的配置文件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防火墙信息，通过 firewall -cmd-mini 指定刚刚 list -2 参数。可以看到我这里是没有放行任何端口的，我这里需要放行一下43端口。再来通过 firewall -cmd-mini 指定-add -port 参数，这里指定 TCP 的一个43端口，然后再通过 permanent 参数19块这个配置。再来通过 firewall -cmd-mini 刚刚 reload 重新加载一下防火墙信息。接下来我们再来查看一下防火墙，可以看到已经成功放行43端口了。然后我们再来监听一下 Entrance 这个日志输出，因为我这边 Entrance 是运行在 Docker 容器下面的，所以我这里通过 Docker logs
指定杠 F 参数，监听这个日志输出，再来指定杠跳参数，指定这个从尾部的第几行开始监听起，我这边就从第0行开始监听，然后指定容器的一个名称。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看一下了。输入一下我们的域名，可以看到域名已经正常能够访问了。这边也输出了相关的日志信息，可以看到它这里是通过分流到 HTTP2 监听的端口进来的。我们再来通过 CLI 命令，模拟一下 HTTP1 的请求，看能不能正常回落到我们的 HTTP1 监听的端口。指定杠 I 参数，输出相关的日志信息，然后指定这个 HTTP1 的一个请求，再来输入一下我们的域名。可以看到同样能够正常响应的，这里输出的是一个 HTTP1 的一个信息，这里也是同样是 HTTP1 的一个请求，就代表我们的回落已经正常设置，并且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 X-Ray 客户端的使用。首先我通过 macOS 和大家演示一下原生 X-Ray 的客户端使用， Windows 也是一样的使用方式，只是下载的安装包不一样而已，配置文件都是一样的。首先我们打开 X-Ray Code 的仓库，点开 Release， 大家根据自己的平台下载对应的安装包就可以了。下载完成之后解压一下安装包，进入到这个解压目录下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还有2个 GO 相关的数据库文件。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方式。上面的日志模块我这里配置了日志的输出级别为 info， 下面的路由模块的域名解析策略我这里同样使用 IPEF NoMesh。下面这一部分就是相关的一些路由规则了。第一部分就是自定义走代理的域名列表，第二部分就自定义走直连的域名列表，第三部分就是国内网站以及私有网站走直连，最后一部分就是国内 IP 以及私有 IP 走直连。接下来就是 Inbox 一个配置， Inbox 配置的话，客户端一般都是比较固定的，我这里监听了2个代理。上面这一块就是监听了本地的1080端口，使用的是 HTTP 协议，把这个流量探测给打开。然后下面这一部分就监听本地的1081端口，协议是 SOAP 协议，这里同样把流量探测打开，这里也把这个 UTP 的一个支持给打开。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 Outbox 一个配置了。Outbox 的话，一般客户端也需要配置2块，第一块就是走直连的，第二块就是走这个代理的。直连的话很简单，我们只需要配置一个直连一个标签，跟上面这一个标签是保持一致，然后协议是一个 Freedom 协议就可以了。然后最关键就是这个走代理这个配置，这一块的话我们一般是跟我们服务端的配置要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你服务端配置了什么进站协议的话，我们这里就要跟服务端要保持一致。首先这里的话协议的话，我们就是使用 Relax Settings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服务端的一个域名以及端口的一个信息。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配置我们客户端的一些用户名以及那个加密的一些信息。这里的话我们就填我们的 UUID， 然后Encrypt 的话也是 None。这里分流的一个模式的话，同样是使用 Vism 的一个分流模式。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底层的一个传输协议了。然后的话，我们刚才也是配置使用TCP， 这个安全这一块也是同样是通过这个 TLS 去加密。TLS 这个设置的话，一般我们把这个 Allow Insecure 这个开关给设置为 False 了。如果你把它设成 True 的话，就会造成一些安全性的问题了。一般的我们都会设成 False。然后最下面这一块就是一个指纹的设置，你可以设置一个谷歌浏览器的一个指纹，它目前它是增加了一个 Random 一个配置。Random 的话，它会随机生成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指纹，你可以设置 Random， 也可以制定一个
指定某个浏览器的一个指纹。接下来我们需要修改一下配置文件的这个用户 ID。我们回到这个服务端的一个终端，查看一下服务端的配置文件，把这个 UUID 拷贝下来，然后这里替换一下，然后保存。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另存为，把它放到我们的X-Ray Code 的一个解压目录下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解压路径的地址拷贝下来，我们重新打开一个终端，进入到这个解压目录下面，我们运行一下 X-Ray 的一个客户端，通过 GAN config 命令指定一下配置文件。可以看到现在是 X-Ray 已经正常运行，这里监听了3个地址，第一个是 TCP 协议的一个1080端口，第二个就是 TCP 协议的一个1081端口，第三个就是 UDP 协议的一个1081端口。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我们的系统代理，检查一下我们的网络是不是正常能够访问。我们通过这个 source 代理去测试，指定这个本地一个地址，然后1081端口，然后保存应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了。我们访问一下谷歌，可以看到我们控制台已经输出了相关一些入室信息，谷歌已经能够正常能够打开，查看一下 IP。跟我们服务端的 IP 是一致的，证明我们的代理已经能够正常访问了。我们先把这个配置还原回来。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VTorrent 客户端的一个使用。首先我先远程连接到我的 Windows 虚拟机，我这边已经安装好 VTorrent 了，还没有安装的话自己去安装一下。点击左上角的服务器，添加一个 Vlex 服务器，域名大家可以随便填一个，地址的话就填我们的域名。端口是443，同样用户 ID 我们需要查看我们服务器的配置文件，把这个 UUID 拷贝下来。流控的话我们就选 Vision， 加密方式我们保持None 就可以了。下面的传输协议还是 TCP， 伪装类型还是 None， 这个伪装域名以及路径我们可以不用填。下面的 TLS 块我们选 TLS， SNI 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域名填下来就可以了。跳过证书认证，这里我们选 False。指纹这里我们根据自己需求就选一个，我这里的话就选 Random。下面的 ARPR 我们就选下面这一个就可以了，然后确定。勾选下面的自动配置系统代理，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能够正常访问了，就代表我们的配置已经是没有问题。最后和大家演示一下 OpenWrt Password 的使用。首先打开我的 OpenWrt 后台，登录一下，点开服务，大家可以选择使用 Password 2或是 Password 都是可以的，但是都需要更新到最新版本，旧的版本是不支持的。我今天的话就用 Password 2和大家演示。点开节点列表，添加一个节点，备注大家可以填一下，然后类型选择 X-Ray， 协议的话就选 Vlex， 然后填一下域名，端口443，加密方式的话就选 None 就可以了。然后同样我们需要查看一下我们服务端的这个 UUID，
然后勾选下面的 TLS， 这里的Flow 的话就选 Vision， 这里 ARPM 可以保持默认，域名的话我们就填一下上面这个域名就可以了。然后指纹伪造这里我们选择谷歌浏览器或是其他浏览器都可以，我这里就选 Random。传输协议的话就用 TCP， 伪装的话我们保持 None 就可以了。然后保存和应用，然后我们选择一下我们刚才添加这个节点，然后再保存应用。可以点一下上面这个连接测试，可以看到现在是已经连通了。我们再来打开一下谷歌看一下，可以看到同样是能正常访问了，就代表我们的连接已经成功。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已经全部讲完，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给视频点个赞，订阅一下 DV 分享频道，谢谢你们的支持。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加入频道的电报交流群。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